我是台南市安南区梅花里的里长。台南人都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很多网红播的那一些美食，其实大部分都不是我们台南人会去吃的。这是他们家的最多人订购的东西，这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吃的一件早餐。以前我们都叫它藤吉卡，因为以前我们这边有一座天桥，很多人在排队，那就是他们家了。台南人都很喜欢吃给，吃甜甜的给。这个职位的老板就是网络上人称安平谢霆锋，大家网络上真的可以查。台南好玩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如果到台南，到底去哪里玩最到地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台南在地的里长，带我们走访台南最热门的必访景点和美食店家，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跟着烟波 check in 台南。影片开始前，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即享烟波专属优惠。大家都说里长就是社区的工具人，路树倒塌、房屋漏水，甚至是居民吵架，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里长。今天我们到了台南，有一位被在地居民称为滑板车超人的里长，他每天都踩着滑板车穿梭在社区的巷弄中，解决民众的日常大小事。里长也推荐了我们很多在地人才知道他私藏的好吃好玩的景点给我们哦。我是林诗萍，我是台南市安南区梅花里的里长。我每次我们家里民在问我说，你在同行，我在损残罪，就是就去社区绕一绕啊，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跟人家聊聊天啊。还有我本身自己在做鞋子，有时候就是还要拨出一点时间去我们师傅那边。像这个鞋子就是我们家自己做的鞋子，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全家福的鞋子。其实我们专门在类似有点像代工，就可能全家福啊，或是 NET， 他们会在我们这边下单，我们提供款式、提供生产这样子啊。这是我的本职，在还没有当里长之前，我们家就是2代都是在做鞋子的。然后就是在前年突然头可共到，出来想要选里长。我在这边住很久，大概从国小毕业我就搬过来这里，从小在这边长大。突然回头一看，我原本的家乡好像跟原本不一样，所以希望它就再更有活力一点，所以就出来选里长。其实我读书也是在台南读书，等于从小到大到出社会，真的是还没有离开过台南过。我觉得我们台南美食很多，我们台南人都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很多网红播的那一些美食，其实大部分都不是我们台南人会去吃的。那我等一下就带你们去吃一间我们梅花里在地的鸭肉羹，真的赞。为什么还把其他丢掉？来啦，我带朋友出来洗洗哈。拜拜。周妈妈美食坊其实是一间我们在地很久的餐饮店，它其实卖的东西很多啊。台南人都很喜欢吃给，吃甜甜的给。然后我很喜欢吃鸭肉羹，是因为它有萝卜，已经煮得软软的。然后它会因为时间不一样，前阵子是嫩笋子，其实我们鸭肉羹加嫩笋子也很好吃。从小住在这边，其实最常吃的就是我们国仔这一区的美食。其实国仔区的美食还真的蛮多，可是我最喜欢周妈妈他们家的鸡肉饭。对，它会淋那个酱，我觉得那个 sauce 是很好吃的，就跟别人家的鸡肉饭比较不一样。有的人的鸡肉饭会很干硬，他们家的不会很干硬。它不是火鸡肉饭，它真的是鸡肉丝饭。其实我都喜欢吃鸭肉羹啊，然后配鸡肉丝饭，然后来一颗卤鸭蛋，来一个干米血，说的好像自己很会吃一样。这类的也都可以的，大肠跟香肠也是可以的喽。你有想要吃什么的部分呢？这家店啊，在这边经营很久，从小吃到。他以前早上是卖菜粽、肉粽，然后下午是卖大肠、烟肠、欧北菜。以前我们都叫它藤吉卡，因为以前我们这边有一座天桥，口味不会太咸，它是刚好的那一种。可是习惯性我们台南都会沾一点甜甜的酱油膏。欢迎大家有空可以来这边尝试一下。我本身比较外向，所以我也希望说把这一些气氛带给大家，就让大家互动好一点啊，热闹一点。大家可能不要楼上楼下的你是谁我都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社区本身就比较特别，我们有一个全安南区历史最悠久的国宅，因为我们这边租客也多，所以有可能就是大家下班关门就进去，是也根本不知道你楼上楼下住的是谁。我觉得仪式感很重要，所以我很喜欢在每一个节日办不一样的活动啊，希望把这些人一起带出来，一起做活动。我就买了一棵4公尺的圣诞树，准备下个礼拜到会来组装。21号要在我们自己的活动中心办一个2手圣诞市集，可能我自
自己也是那种很 gay 波型的人，做的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越多人出来，我反而越开心，然后越有成就感。对，我们今天去吃，没关系。阿燕呐，马紧，阿燕呐。我有代志要请问你。嘿，我说台南人心很软，所以我们台南人，你只要在路上看到有人出车祸或是长辈跌倒，都会有人立马把车子停下来去帮忙。我觉得这是台南人最温暖的地方。所以很多旅客、观光客来的时候，我们台南人都会说：啊，你为外地来佚佗的哦，啊，你为对位来的，他们都会很热情的招呼你们，还会跟你们说：你也当去对佚佗，你也当去对假啥。其实我们台南人就是以热情著名，对。现在来到我们梅花里的一间面包店，它叫日子实作。这个罗宋啊，是他们家很有名的一个产品。我最喜欢吃这个边边角角，因为这个很香，所以我一个人可以吃掉这样一大个。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蛋挞也很好吃，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酥酥的皮。这是他们家的最多人订购的东西，这个太晚来就买不到，而且我都会跟他说，你们家出炉的时候就要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最喜欢吃刚出炉的时候。推荐大家来台南玩的时候，可以到我们梅花里的日子实作来跟我们捧场，来这边坐一下哦。这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吃的一间早餐，它是专门卖菜粽跟肉粽的，我们一起去吃看看。它旁边是丽人国小，它应该比我历史还悠久吧？因为我小学它那间店就在那边了。它的粽子不会软软的，它是 QQ 的，然后花生很多，花生粉很多，它的香菜也很多，它用料真的是很实在，真的很好吃。台南的菜粽很多人找不到月桃叶，因为它是月桃叶包的粽子，它跟竹叶包的风味是完全不一样，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的味噌汤里面会加油条，它的油条画龙点睛的最好的帮手。对，我常常去吃，就是吃它的菜粽跟它的味噌汤。这家店就在安南区的果菜市场后方停车场这边。我们通常来这个市场都在这买菜，这边是我们安南区最大的果菜市场，你就卖鸡鸭鱼肉、蔬菜水果，在这边都买得到。买完菜之后，大家就会来这边排一下带回家当午餐，那就是一个类似3轮车的店，很多人在排队，那就是他们家了。其实它就是有温公文爸也会炸猪油，都放在它的汤里面啊，然后猪血汤、猪肠子，反正它就是有一点像猪杂汤的概念。是我最喜欢吃他们家的猪肠子，它不会有那种很重的猪味，它的汤头就是属于很浓厚的。然后这几年因为它越来越红，你只要没有很早去，根本吃不到霸油喝啊。它是一个还蛮在地风味的一个美食，我都会点综合汤，然后记得要加酱油膏跟辣椒酱，真的是画龙点睛。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以前是做鞋的师傅，我爸爸从小就跟我们说，处理那么应该登来倒沙缸，我们可能从小就会装塑胶袋，要绑鞋带啊。其实我们以前大部分是针对你只要在外面看到的夜市或是平面的店家，大部分都是我们家的鞋子啊。后来因为这2年其实消费形态在转变，我们会转而接订单会比较多，就比如说像全家福的订单，或是像 NET 的订单，我们还有接国外的订单。我们台南的工厂跟其他地方的工厂不怎么样，师傅其实都是在他们家自己做，我们叫做家店格子厂。早期是因为师傅他们都家里必须要有顾小孩啊或者什么，所以他们都会在家里面工作，因为求方便，然后还要几点起床做到几点都没有关系，比较自由。进来我们这边其实都是已经是成品，我们剩下包装品检这个工作而已。做鞋子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行业，因为它要有很多个配件之后才能组成一个鞋子，所以我才会说那时候根本也没有想过会选里长，是因为因为家里的事就已经忙不完了。所以从小其实都在鞋业中长大，然后长大之后，我爸爸也对我期望还蛮高，希望我可以回来接手我们家的事业。我爸爸一直跟我说一句话：咱做头家人一定爱比别人较早来公司，较早起床，你能爱这榜样，好吗？这是我爸爸从小教我们的，所以现在就算到我当里长也是一样，我们的志工都会跟我说：里长你卖扫啦，那有里长家己咧扫的。我讲啊，不过我想要常您做会的，因为我也觉得我应该带头一起跟大家一起
起做事。其实我们做生意的人其实很不喜欢去碰政治这块路，因为其实我们说的做生意赚钱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会想要去参加公共事务？因为当初我要选，人家都有跟我说，你唔在这里丢西鸟西告西鸟处都没找你丢吗？就是你好像是一个杂工的概念。可是后来就是像我说的，当你很认真的去逛一下你原本生长的社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应该必须要帮他做点事的那种感觉，才会出来选。台江游客中心其实它是近几年的景点。当你觉得杂事很多、心情很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放空的地方。你可以静静的待在那边，待一段时间，让自己的心情沉淀一下，看看漂亮的环境，看看漂亮的高脚屋。来台南玩，我们还可以推荐你们去渔光岛。我们小时候它叫做秋茂园，其实以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所以爸爸妈妈小时候就会带我们去秋茂园遛小孩，就让我们跟着亲戚的朋友一起去跑跑跳跳。那时候会觉得去秋茂园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然后慢慢的秋茂园就慢慢改造到现在的渔光岛。大家只要有来台南的话，也可以推荐大家去渔光岛看一看，可以去看我们的夕阳。台南的夕阳真的很漂亮，趁着夕阳去踏踏浪，去拍拍照。我们的社区是没有什么课程，那我现在自己就是慢慢的每个礼拜去申请一些课程，像我们现在有每个月帮我们安排2次的课程，运动班的课程，就是去跟政府申请一些资源来让这些长辈一起走出来上课。其实长辈你假如退休之后一直待在家里面，很容易就遇到就是身心灵的状况，可能就是忧郁症。老年痴呆症就会找上他们，常常办一些健康讲座，让他们来了解，还有一些防诈骗的长辈，我都跟我们家的长辈，我拢做惊恁哄骗，我讲恁这世人带当互我骗，你别当互别人骗。长辈跟你拢讲会吃薄阿哥，你也薄赊，你甲塞奶，其实他们都会蛮开心，也会和你讲一个出来上课这样子的。我们是靠着一个拉一个，刚开始的人数真的没有很多，可能10-20个而已。他们慢慢的就去找朋友加。我们现在其实这个乐龄学习的群组已经有100多个人，甚至不是我们梅花里的也都会跑来我们这边上课。来梅花里的话，可以来我们在地的信仰中心草湖寮太天宫，供奉的就是李府千岁。我们台南有很多庙啊，所以人家都说我们台南地震没事、台风没事，都是因为我们台南的庙够多。上次那个很大的台风，高雄被吹了很多铁皮掉的那一次，其实那一次我超紧张的，是因为我们国宅上面也有很多铁皮屋，我真的是2-3天都不怎么敢睡觉，因为我很怕那个风吹过来台南的时候，我的铁皮都飞掉了，那些人怎么办？我们说我们台南就是神明很多，庙很多啊，所以那一次刚好我们台南跳轨，安全度过这样子。草湖寮太天宫还有办课程，我们礼拜1的晚上6点半有战鼓课程，然后礼拜5的晚上有直排轮课程。这个是由草湖寮太天宫的主委免费赞助学费的，让小朋友、让家长一起来共学。其实里长的工作范围其实就是解决疑难杂症嘛，可能大家打电话。你对我家有粪扫要打，你等下当帮我叫环保哥来帮我载一下，这个是最常听到的。我可能就要骑着我的红灰轮，然后去帮他拍个照，然后发给环保局，跟他说这边有家具要清理。所以我会去巡，是因为有的人他不一定会来服务处找你，跟你说他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在路上看到你，就会说，你丢，你等一下。而且我在社区里巡视，甚至刚开始在拜票的时候，我也都是骑着滑板车出去拜票。对啊，所以久而久之，大家看到滑板车就知道你丢来啊，你丢来啊，所以他们才会说是滑板车超人的意思。我们现在是在只味日式料理，它是在我们台南的安平区。它是我一个年轻时好朋友开的一间店。这个只味的老板就是网络上人称安平谢霆锋，大家网络上真的可以查。从我们年轻就蛮帅，到现在也还可以啦。对，台湾人讲他是一个蛮长毛的人，他对他自己做菜的方面，他是一个非常龟毛的人。然后他每天凌晨1点，他就会去鱼市场去挑选他当天要用的食材。然后因为他是用无菜单料理，所以他是每天依他的食材，然后他去想想看他想要怎么做。我们今天吃了蚵仔鱼的味噌汤，
真的很好喝，因为这个味噌汤的口味就是我从年轻喝到现在。我以前是不吃生鱼片的，可是他慢慢带我吃，然后我突然发现，哎，生鱼片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可怕。到现在我超爱吃生鱼片的，对，它环境很好，就很安静。然后推荐大家，只要有任何庆祝或约会或招待客人，都可以来紫薇。我们台南人其实还蛮热情的，其实你们来台南可以去多吃吃美食，多去看看我们台南的风景。记得去吃美食的时候，很多老板都很喜欢跟客人聊天。你只要跟他说你外地来的，你外地来的，他就会跟你说，你等下会当去吃什么物件。所以欢迎大家有空来台南玩，也欢迎大家来订阅烟波的 YT 频道，里面会介绍很多我们台南的美食好玩的地方。烟波确定台南，吃喝玩乐一把抓。订阅我们，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我们下期影片见啦！我比较喜欢的是醋溜花枝意面，因为我觉得它酸酸甜甜的，蛮适合我们台南人的口味。它不是软软的，我喜欢吃硬一点点的面，所以我觉得它蛮好吃的。还有我们这边的牛肉汤啊，因为它现冲的牛肉汤，然后你只要加一点点姜丝啊，还有那个枸杞酒，就很台南人的风味。我们台南人很喜欢在牛肉汤里面加一点酒类的东西，让它的汤更好喝、更鲜甜。欢迎大家如果来台南的话，可以来体验烟波的早午餐哦。